哈佛精神科学家发现有95%的这个购物决定其实是潜意识的，所以如果谁会故事营销，谁就拥有市场。一峰，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讲故事这个题目好不好？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新传媒的时候，在节目制作或者是宣传组哈，大家最熟悉、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课题，还记得是什么吗？那当然是希望有精彩的故事了。对对对，我想所有的好的电影啦、歌曲啦、电视剧呀等等之类的哈，最核心的卖点其实就是一个好的故事。那么我想倪晨是我们这个电视频道和宣传企划的总监，是说故事的高手，那么也是故事营销的高手。那我想你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说说，就是根据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透露一点您的这个行业秘密，到底怎么样把故事能够有一些伟大的故事，它是怎么样能够引人入胜的？是不是给我们说一说这些经验跟秘密？好啊，那我之前有在8频道、U 频道，甚至英语的5频道，还有儿童体育 Octo 频道，或者是英语的987电台都有当过节目频道总监。那在那个时段，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故事的一个力量在那边，然后能够用到故事发挥影响力，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一样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传统媒体，然后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冲击下，那我也是需要去学这些新的理念，还有新的器材等等。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会说我自己是一只就是能学新花样的老狗，因为很多时候每个人会觉得说，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可能学不到这些新的花样还是什么的。不过我已经证实了那个是否定的，因为我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我是真的可以学得到，因为我是凭着多年的这个媒体实战的经验，领悟了如何去驾驭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然后现在呢，我是为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非牟利机构提供咨询及培训的服务。然后我也兼任亚洲内容营销协会的理事会会员，而且也在理工学院当一个兼职的讲师，教的是创意故事叙述。一峰你也很客气哈，其实呢你年龄比我小很多，我是立国一代，你呢还没有到立国一代，你还早呢，对吧？但是我觉得也就是说很不容易，从一个传统媒体，我们都是传统媒体出身的，从传统媒体能够转型，很华丽的转身，转入了这个新媒体，而且成为这个新媒体的这个行业当中算是一个佼佼者。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我相信你自己也下了很多的功夫，也学了很多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跟这样的一个运底在里面哈。那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故事营销，可不可以说说这个故事营销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最有效的故事营销，它的情节又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看韩剧啊，或者是港剧啊，或者是现在很多的内地剧。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那些故事所吸引。可是，在营销方面，很有趣的就是哈佛精神科学家发现有95%的这个购物决定其实是潜意识的，然后情感在潜意识里面扮演了那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经常会觉得可能购物决定是理性的，毕竟现在在这个数字时代嘛，想要做一些资料收集，就在弹指之间拿起一个手机滑一下就什么资料都有了。可是事实上他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的购物决定很多时候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我们是用了感性做了那个抉择，然后才用理性逻辑来为我们的决定做辩护，这样子。举个例子，好像例如我太太买一名牌包包嘛，然后她很多时候都会问我美不美啊，或者是适不适合啊这样子。可是其实她拿起那个包包的时候，已经用了感性做出了那个选择，然后问我呢，只是为了要寻求我的认同，然后来加强她的理性的辩护这样而已。这听起来很熟悉哈，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哈，是哈。所以我想人们的决策哈，尤其是在这个购买的决策上面，很多都是感性而不是理性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领悟，这样的一个conclusion 一个结论，对于如何运用在这个营销上面呢？如果我们能够用故事来带动那个情感的共鸣，那我们就能够发挥那个影响力，去让品牌去说服那个消费者来购买。然后故事是最能够牵动人心的嘛。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有说过，谁会说故事，谁就拥有世界。其实这我觉得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就算你在选举方面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投票也没有真正的去做很多理性的分析还是什么，很多时候投票的选择也是因为一些故事它的背景之类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一个决定。故事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在那里，所以如果谁会故事营销，谁就拥有市场，因为用故事做营销最能打动消费者的人心，然后发挥最强的那个影响力。我还是没有被你说服，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一说呢？我去年就到了丽江游玩，在丽江古城里面，主要的卖点当然是它的文化遗产，而美食是这个文化的主轴嘛。然后新加坡人每个人都喜欢美食，所以我在古城里面到处都是发现一些贩卖传统云南菜的一些餐馆，然后我就想到，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作为一家餐馆，你要怎么样鹤立鸡群？你要怎么样子杀出一条血路？这样子，可能你会花费，然后做一些特别的装潢，可是你不难发现，就是你能够做到的一些装饰，另外一家也可以做得到，或者是做得更好，花更多次的金钱下去做这些装潢。也有看到一些是选择请了一些驻唱的歌手来做现场的表演这样子。可是同样的，你能够请得到一个歌手，我也可以请另外一个歌手，甚至拉了一个现场的乐队来也可以。所以这个很难做得到一个差异化，一个 differentiation 在这里。那我在那里就碰到了一家餐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它里面卖的一道菜叫香辣鱼。那香辣鱼其实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一道菜，特别之处呢，就是它在它的那个菜单上面提供了它的酸辣鱼的一个背景故事，然后他就写到说，多年前了，有一位四川来的副省长入住了他们的客栈。然后可是他还带了自己的御用大厨，还有全套家伙这样子，当然是自己煮自己的菜了。然后最后呢，就是留下了这一道菜，这一道酸辣鱼。然后之后人人吃过都赞不绝口，也就成功的成为了这个餐馆的一道大菜。那在菜单上面只是短短的这几行字，可是就把这道菜凸显了出来，而且成功了做到一个产品的差异化，因为那个故事是属于这一家餐馆的，另外一个餐馆是没有办法去抄袭这个故事，他可能顶多可以去想另外一个故事来做他自己的一个宣传，可是这个版本就只能够用在这一家餐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懂得怎么样用故事来做营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差异化的功能在那里。的确是的，这个有了故事的话呢，就有了这个魅力和价值了，那么自然也形成了所谓的这个产品的差异化和附加价值。但是在这所谓的数字化世界当中呢，产品它也能够运用故事来进行数字化营销吗？说到数字营销，其实难免会想到的是社交媒体或者是自媒体营销。而社交媒体营销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利用内容，也代表着这个品牌现在已经不只是广告商那么简单，你不只是在买几个广告，而是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管道的话，其实你已经是一个管理频道的一个商家，就好比有自己的一个频道一样。那要经营一个成功的频道，制作成功的内容，说好故事呢，就是一个成功之道了。
那以往想制作好的内容需要时间，可能那个器材方面或者是制作程序方面也非常的复杂。可是现在的科技的发展，使到很多的程序都已经简化了，而且会让内容制作成为好像人人都可以胜任的一样。不过内容的核心还是一个好故事，所以掌握说故事的技巧是数字营销的关键。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人，甚至能够制作一些蛮高品质的一些内容，可是往往就是缺少了一个故事在后面。对，是没错，是。这个讲到说故事哈，好像这个连小孩他们都能够说故事哈。但是呢，我想能够把故事说得好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哈。那么我想就是，尤其是必须要注入一些激素，就是刺激的元素，尤其是必须要注入一些爱情激素在里面哈。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故事当中注入这个爱情激素呢？我每次都说嘛，就是说故事好像易学难精，因为每个人都好像能够说故事，尤其是在我教课的时候，当学生迟交作业的时候，每个都会编故事。那虽然大家会说故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说好的故事，而且要把品牌还有想传达的这些讯息融入在故事里面，那就更需要技巧了。那你说的怎么样子注入一些这些爱情的激素？其实爱情激素基本上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对方吸引过来这样子。那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一回我到了波兰的华沙去游玩，我到了他们的那个广场的时候，就偶然有一个少女走了过来，然后她就对我说：“哎，你是我在寻找的人。”那我当时就愣了一下，他接着就说：“我在寻找英雄，你可能就是那个英雄。”然后听到有人叫我英雄，就当然爽啊，就是那个大男人主义就发挥出来了，然后就想知道我能够到底帮上什么忙嘛。然后这一下子呢，他才拿出他的一本册子，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女孩的照片。然后他就解释那个女孩面临的一些困境啊，还有她的一些募款的目的之类的。然后最后呢，才拿出了那个募款箱。哦，那到了那个阶段呢，因为我之前没有否认我是英雄嘛，我已经默认了我是英雄，就我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不捐钱的地步了，因为不捐钱就从英雄变狗熊了嘛。然后因为自己需要保持那个英雄的那个身份，那我也不能够只捐零钱吧，所以结果我就捐了大概新币20元。那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很多时候在大庭广众也有一些人在募款，你顶多也只是拿了一些零钱捐，或者是甚至绕道了避开他们这样子。那我是会觉得说，在新加坡我可能捐个2毛，去了那里我捐了20元，那整整是大概100倍耶。对啊，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因为他懂得怎么样子利用这个故事，然后会说小女孩悲惨故事的人可能应该不少，可是懂得先把观众投射到这个英雄的角色，然后把我带入那个故事里面，引起这个感情的共鸣，然后再发挥这个影响力，让我主动的拿出20元出来。这个就是会说好故事的人。OK，好，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故事营销的例子哈，非常精彩。好，那您能不能再多说一点关于这个故事营销的关键啦？故事营销的核心价值啊，还有哪一些是故事营销一定要做到的？那哪一些又是故事营销一定不能做的？那么哪一些是故事营销的陷阱？那么我想这些东西呢，就是无论是在企业啦，或者是个人啦，或者是高管啦，只要是需要做营销的人呢，我相信都希望能够学到的一些技能和知识，您能不能多分享一点？可以的。不过，这些都会在我们接下来的主办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教导。我是希望可以邀请大家来参与这个课程。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一峰要在这儿先卖个关子了哈。好的，那我想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课程呢，其实一峰设计的非常的周到。那除了就是说有一些理论的一些知识或者理论的一些理念、新的理念、新的概念的分享之外呢，还有实际的这个技能的操作，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运用简单的这个工具来制作手机上的视频。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这是一个2天的课程，那么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这2天的学习当中，不但是有新的理念，能够让自己脑洞大开，同时呢也带回一个技巧，就是手机制作的技巧。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峰是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加上他这么多年的这个教课的一些技巧，一定会让大家感觉这个如沐春风。我想特别值得提的一点是，我们这个课程呢真的是物超所值，我们的学费只有480元，您只要是新加坡公民，你可以用你的 SkillsFuture 的 credit 来折扣这个学费，所以是完全不需要你自己付任何的1分钱来上这个课程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是所有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或者是你觉得对于这个数字媒体或者是数字营销还是概念不太清楚的人，我们希望您上了我们这个课程，你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营销能够有更清晰的这个印象，同时也能够掌握一些技巧。我强力推荐，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让你满载而归的一个课程。那一峰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加以补充的？在市面上用中文来教课的可能不多，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在设计方面，我会觉得从理念还有这个技巧方面，两者都必须要兼顾得到。因为不难发现，有很多人在教课的时候就是着重在那个技巧，然后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没有那个理念的话，班上的学生每个人学到的同样的技巧，出去外面做的东西也变成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也做不到任何的差异化。可是如果你单单只有那个理念的话，你也不懂得怎么样子去做。所以这个课程我们特地的就是把2样都融入在里面了，所以是一个2天的一个课程。然后包管就是你能够了解到那个理念之后，也懂得利用那个技巧来制作一些属于你的品牌或者是属于你的产品的一些内容跟故事。那慧敏姐可能你也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课程是由谁来办呢？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现的这个主要原因。这个课程呢是由我的这个亚洲教育学院来办的。那我想在这儿也顺便跟大家介绍我的这个背景。那么我跟一峰我们都是新传媒的这个同事，在新传媒工作了25年的时间。那么我主要是在负责中文电台的这个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在新传媒的工作经验之外呢，也在这个北京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主要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还有传媒。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在国大工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也主要是研究这个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还有传媒的一些发展情况等等。这个是我的这个专业。那我们的这个教育学院呢，也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传媒为主，文化创意和传媒。那么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所谓的 software， 就是一些软体的一些培训。那么希望说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这些软件方面，尤其是一些概念 concept 方面，能够有更新的一些理念，能够有更深的一些认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学院所安排的一些课程。比如说一峰的课程就是数字营销，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录像的制作，那么还有就是创意写作，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写作创意的一些案例或者是storyline 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开办一些课程，当然还包括了我们的广播课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学院里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相信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看我们的一些课程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峰的这个数字营销课程，就是我们会希望更多的这企业家、中小企业家、高管能够参与这个课程。那么我相信就是大家可以彼此切磋，peer learning， 就是相互之间的学习，相互之间能够
形成一个network， 形成一个网络，有助于大家的事业发展或者是互相的切磋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课程，我很期待的，希望说大家能够尽快的报名参加。谢谢易峰，谢谢。